在南宫龙剑此话落下之后，南宫北斗与东方地族、北唐地族2位族长互看一眼后，便踏空而行，走到了楚风近前，一同对着楚风抱了抱拳，说道：“楚风小友，之前我族的确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楚风小友多包涵。这一礼很是敷衍，可这歉却也的确是到了。以他们的身份，能够做出这种事，也足以看出他们对楚风其实还是很畏惧的。这也就表现出了他们想要和解的诚意。过去就不提了，只希望3位族长日后能够不再难为我楚风，与我楚风的朋友。”楚风淡淡的笑道，这话中可谓是另含深意。楚风小友言重了，今日开始，我等与楚风小友只做友，不为敌，而楚风小友的朋友也便是我们的朋友。3位族长一同说道，希望3位族长能够说得出做得到吧。楚风又是淡淡一笑，尽管和解，可面对曾费尽心思也想要除掉他的人，楚风多少还是有些芥蒂。而面对这样的楚风，3位族长也只能苦笑，毕竟他们也知道错在他们，于是纷纷保证道：“楚风小友，话不多说，看我们日后如何做便是。”3位族长不知有一件事，能否告诉楚风？忽然，楚风暗中传音，不知何事。3位一同回道，也皆是传音所说，出卖我青木山的究竟是谁？楚风问道。此事我们并不知晓，唯有西门拜渊清楚。3位族长回答的意思几乎一模一样。多谢了。虽然没能打探到叛徒是谁，可楚风还是道了一声谢，因为这对他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亲眼见证楚风与4大地族和解，在场的许多人都是面露笑意，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这样一场巅峰对决会是这样一个收场。然而皆是人族，本就该以和为贵，其实这也是人们最希望的一个结局。看到先前还在大战之人，此刻竟笑颜以对，大有一笑泯恩仇的架势。莫说当事者，就连围观者也是心生喜悦之情。然此刻西门地族之人心中却很不是滋味。南宫、北唐、东方3族族长亲自向楚风道歉，唯有他西门地族不行，因为他西门地族的族长已被楚风斩杀。西门地族不表示一下吗？可哪怕如此，南宫龙剑却显然不打算让西门地族这样就将事情带过去，依旧想让西门地族给楚风一个说法。见状，西门拜渊收好地兵，走到了楚风近前。虽然来到了这里，但他却只是站着，没有施礼，也没有道歉，甚至在其脸上都没有任何的歉意。显然他还是无法对楚风说出道歉的话。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再过多的追究，只要西门前辈回答我2个问题，那么我无需西门地族向我道歉。楚风说道。什么问题？你问。听得此话，西门拜渊的脸色也是好转不少。虽然他很是憎恨楚风，但楚风却着实给了他一个台阶下。第一个问题，暗殿究竟是什么来头？请如实告诉我。楚风问道。是暗殿主动找到我们，说要帮我们，之前悬赏的地兵也是他们提供的，只不过那地兵他们并没有交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得到，只是口头承诺。现在来看，他们也根本就没打算给我们提供地兵，不过是骗我们的信任罢了。至于暗殿是什么来头，我们真的不清楚，每次都是他们主动来联系我们，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线索。西门拜渊说道。什么线索？楚风问道。暗殿之人皆戴面具，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但暗殿中有一个人，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西门拜渊低声说道。这些话只有楚风能听到。是谁？楚风问道。百变泥人。西门拜渊说道。原来是他。楚风自然记得百变泥人，当初在攻霸平原，就是那百变泥人冒充楚风，才使得红墙上当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西门拜渊主动问道。这一次他不再悄悄说，而是当众发问。出卖我青木山的人是谁？楚风问道。看来你也知道，有人出卖了你青木山。西门拜渊笑了笑。这种事情任谁都猜得出来，并且我还知道那位出卖者如今就在这里。楚风扫视了一眼身后的青木山众人，虽然这些人一直都是被当作人质，但楚风却知道青木山的叛徒就藏在其中。那又如何？这个人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的，因为他投靠了我们，并且帮助了我们，我有权保护他。西门拜渊淡淡一笑，随后又说道。楚风，就算我们和解，可我西门地族与你却也注定难成朋友，所以我也就不留你了。就算你留，我也不愿待在这里。楚风淡淡一笑，随后对百里悬空等人说道。掌教大人，我们回家。就此，楚风与4大地族的这场恩怨一笔勾销，楚风等人大军离去。与此同时，南宫地族、东方地族以及北唐地族也是纷纷离开。大战过后，只留下了满地狼藉、千疮百孔的西门地族。此次大战若受到损失，那么损失最大的无疑便是西门地族。西门地族的主殿本是富丽堂皇，可因为这场大战却显得有些落败，而眼下西门地族却也没有心思整修这些，毕竟西门地族的族长已然死了，并且是死无全尸，人们都很伤心。太爷爷，您一定要为我父亲报仇啊！西门飞雪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大人，不能放过楚风，一定要为族长大人报仇。西门地族的许多高层人士也是纷纷跪在地上请命报仇。你们拿什么报仇？你们斗得过楚风，还是能斗得过南宫龙剑？西门拜渊大声问道，话语之中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怨念。这一刻，众人皆是不再说话，他们的确没有报仇的资本，他们连楚风都斗不过，就更别说是南宫龙剑了。一群废物，若不是你们开始非要与那楚风为敌，也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我西门地族也不会死那么多人。西门拜渊怒声呵斥道，而忽然之间，他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随后便从龙椅之上滑落在了地上。只在瞬息，他变得虚弱无比。太爷爷，大人！见西门拜渊变成这般，西门飞雪以及诸位长老皆是吓坏了，赶忙上前搀扶，而越是靠近，他们越是心惊。此刻，西门拜渊的身体异常虚弱，就连呼吸都停止了，身体冰冷无比，就仿佛他已然是个死人。
支撑着他的乃是本源与丹田和修为。此次出手，几乎耗尽了我的元气，我的时日不多了，怕是撑不过今日。西门拜渊说道。不会的，太爷爷不会死的。听得此话，西门飞雪顿时哭得更为伤心。飞雪，你记住，你父亲的仇不要报，你斗不过楚风，因为我整个西门地族都斗不过楚风。冤家宜解不宜结，尤其是楚风这个人，还是不要再招惹他。西门拜渊的声音变得异常虚弱，但却显得苦口婆心，这是他真实的想法。虽然他今日是第一次看到楚风，可却能够发现楚风的确比他西门地族任何一个小辈都要强，哪怕西门飞雪在各个方面也远不如楚风。虽然骨子里是恨楚风的，但不知不觉间他却也认可了楚风。不，我一定要报仇，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可以找暗殿帮忙。太爷爷，暗殿不是我们的联盟吗？我可以找他们帮我杀掉楚风。西门飞雪说道。暗殿？西门拜渊苦笑一声，这才说道，你给我记住，绝对不许再与暗殿有任何瓜葛，那是群比楚风还危险的家伙。他们之前帮我只是有所图，如今想要得到了，他们不会再帮我们了。并且你不要忘记，今日若是楚风答应暗殿的邀请，被灭的可就是我4大地族。暗殿只找有利用价值的人，而我西门地族已经没有他们可利用的地方了。话到此处，西门拜渊又是一大口鲜血喷洒了出来，随后气息越来越微弱，就连目光都有些发直了，身体更是开始僵硬。太爷爷，您怎么了？您怎么了？西门飞雪吓得脸色苍白，对他来说，父亲死了，西门拜渊是他最后的依靠与依仗。记住，万不能再与楚风为敌。话到此处，西门拜渊脖子一歪，双手一摊，已是气断命绝，彻底死去。太爷爷，您不要死，不要死啊！而这一刻，西门飞雪哭得更为大声，那叫一个撕心裂肺，那叫一个伤心欲绝。因为他知道，若不是因为他，西门拜渊也不可能强行出关，若不是强行出关，就不会元气大损，也就不会这么快就死去了。而西门拜渊一死，西门地族就像丢掉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有人都是悲痛欲绝。不要再哭了，人死不能复生。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了大殿之内。看到这位，西门地族之人皆是一惊，哪怕太上长老也是面色如纸，神经紧绷。这位乃是暗殿之人，正是今日被南宫龙剑击退的那位6品武帝。您怎么来了？一位太上长老战战兢兢地问道。我来取我的东西。那位暗殿之人说话间便来到西门拜渊身前，摘下了他的身上的乾坤袋，取出了他的地兵古厄破山刀。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又气又怒，可又不敢发言。这明明就是我太爷爷有的地兵，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此刻倒是西门飞雪大胆发问，以前是他的，可现在是我的了。那位将古厄破身刀收了起来，说话间便向外走去。你简直就是强盗！西门飞雪大声辱骂道。强盗！听得此话，暗殿之人忽然止住步伐，回头说道，小朋友，话可不能乱说，否则你西门地族这些人的命可是随时会丢的。此话说完，那位一阵疯狂大笑，而在那笑声中也是飘然离去。这一刻，西门飞雪终于明白了为何西门拜渊与他说暗殿之人不可信。可就算暗殿之人做出了这种事，他们却也不敢张扬，因为那位临走之前的话语满含威胁，他们真的怕被对方灭门。毕竟暗殿与三府不同，虽然都很强大，可三府并不会对4族做出这种事，但是暗殿却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让西门地族不得不怕。哪怕西门拜渊的地兵被夺，他们也只能选择忍。而至于楚风等一行人，在离开西门地族后，张明与张天翼父子俩便先行离开了。段吉道伤势过重，也与尹功夫将无伤等人赶回了噬银谷。眼下还与楚风一起的，便是妖蛟王族、罗盘仙人、南宫龙剑、红强以及青木山的众位，所以他们都乘坐于妖蛟王族大军所化的巨龙之上，乘龙赶路。在这期间，楚风一直在为百里玄空等人身上的束缚而努力，而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楚风终于解开了他们的束缚，恢复了他们的修为。楚风，你真是没有让我失望。百里玄空看着楚风，眼中满是自豪。现在的楚风能够以一己之力压制4大地族族长，甚至还斩杀西门地族族长，楚风的实力已然超越了他。这说明他的确没有看错人，不枉费他不顾一切的也要栽培楚风。当初他所做的一切终于得到了回报，他的付出没有白费。楚风，你真是我青木山的骄傲啊！此刻青木盛会会长尹成空也是走了过来。会长大人，我是不是青木山的骄傲不知道，可你却是我青木山的耻辱。楚风说道。楚风，你在说什么？怎么能这样与会长大人说话？听得此话，独孤星风等青木山之人都是脸色一变。就算楚风如今实力逆天，可尹成空毕竟是青木盛会的会长，是除了百里玄空外青木山真正的主宰者，辈分远在楚风之上。楚风本不该这样与尹成空说话。楚风，你说的对，你骂得好。身为青木盛会会长，不能保护青木山，我的确惭愧。尹成空并未生气，反而一脸自责。然而对于这装腔作势的尹成空，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这才说道，装，继续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楚风，你究竟在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百里玄空问道。与此同时，独孤星风等人也都一脸认真地看着楚风，他们都听出来了，楚风似乎不是无缘无故的侮辱尹成空，这是另有隐情。尹成空，我青木盛会的会长便是出卖你们，害得你们被4大地族所抓的叛徒。楚风说道。楚风，你休要血口喷人！听得此话，尹成空赶忙否认，并且表现得极为愤怒。然而楚风却是根本不理尹成空，而是看着百里玄空问道，老祖，我若没有猜错，当日就是尹成空会长让你回青木山的吧？尹成空，楚风所说可是真的？此刻
百里玄空也是大怒，因为楚风说的对，当日用金色闪光鸟让他回青木山的，的确就是尹成空。尹成空说有要事找百里玄空商量，请百里玄空速回青木山一趟。当时百里玄空还以为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毕竟那金色闪光鸟只有一只，他让尹成空有要事的时候就用金色闪光鸟找他，所以在接到金色闪光鸟后，他便马不停蹄地赶了回去。可回去后，事情却根本没有百里玄空想的严重。按理来说，尹成空自己就可以解决，根本就不用他回去。当时百里玄空还很是愤怒，毕竟为了赶回来，他可是弃楚风而不顾。但想到尹成空毕竟是他一手栽培出来的人，如今又是青木盛会的会长，日后他死了还要考尹成空掌管大局，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后西门拜渊便率领西门地族大军赶到了青木山，将他们全部给抓了起来。那个时候，百里玄空便知道自己是被出卖了，否则四大地族怎么会跑来青木山，并且专挑与楚风有关系的人抓？当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尹成空，但是仔细想了又想，又觉得尹成空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再加上没有真凭实据，他也不好说什么，所以也没有过问。毕竟那个时候他最关心的已经不是谁出卖了他，而是楚风的安危。至于在被楚风解救后，百里玄空则想着回到青木山后再调查真相，而他心里最怀疑的人依旧是尹成空。现在楚风既然直接将叛徒的罪名对准了尹成空，他自然也就不能再选择沉默。百里大人，您要为我做主，您是了解我的，我从小便在青木山长大，一手由您栽培，我把青木山看得比我自己的性命都重要，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尹成空苍老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显得很是委屈。在尹成空这样的话语下，百里玄空显然也是有些心软了，毕竟这么多年他与尹成空的感情也是极深的，并且尹成空也的确是为青木山立下过汗马功劳，否则他也不会让尹成空做会长之位。但哪怕如此，百里玄空却也并没有回答尹成空，而是看向楚风，说道：楚风，我知道你不是无凭无据就指证他人之人，你既然这么说了，就一定有你的理由，不妨说出来。是西门拜渊告诉我的，背叛我青木山的人就是尹成空。楚风说道：不可能，西门拜渊明明什么都没说，在场之人都可以作证，更何况就算是他说了，也未必是真的。尹成空极力辩解。楚风轻蔑一笑，随后说道：他的确是没有说，因为他若是当众说出来的话，那会显得他西门地族很不仗义，日后还有谁敢与西门地族合作？但是为了表示他西门地族与我和解的诚意，他却给我写了一张字条，这字条上的名字就在这里。楚风说话间取出一张字条，那字条不是写在寻常的纸上，而是金灿灿的金纸，上面刻龙画凤，乃是四大地族专用的纸。而在那纸上铿锵有力地写着3个大字：尹成空，真的是你！这一刻，独孤星风等青木山之人皆是暴怒无比地看向了尹成空。先不说那金纸是四大地族所有，单单是那字体，一看就不是寻常人所写，并不是这字多美，相反这字一点也不美。毕竟修武之人擅长琴棋书画的不多，字体写的一般也都不好看，但是这字体蕴含极强的力量，一看就是修为极深之人所写，尤其是武帝强者更是可以推断得出来，这应该是五品武帝的字迹。显然楚风所说的是真，这的确是西门拜渊留给楚风的纸条。百里大人饶命，百里大人饶命啊！此刻证据确凿，尹成空也是不再隐瞒，扑通一声跪在了百里玄空的面前。果然是你！百里玄空尽管早就怀疑尹成空，可是当尹成空真的承认之后，他仍然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就连呼吸都变得异常急促，那扭曲的表情呈现出了他挣扎的内心，可见他真的是被气坏了。百里大人饶命，是我一时糊涂，是我一时糊涂啊！这是西门拜渊给我的赏金，全部在这里了。不过根本就没有地兵，那地兵是骗人的。百里大人，我都交给您，您再给我一个机会吧。尹成空不断的磕头求饶，并且还用力的扇自己耳光，以此来彰显自己悔过的决心。百里玄空将那装着赏金的乾坤袋接了过去，但随后便一个大耳光抽在了尹成空的脸上，直接将尹成空的脸都给扇变了形。我若饶你，怎能对得起青木山的众位长老与弟子？百里玄空愤怒的吼道。他真是被气坏了。百里大人，尹成空还想哀求，可是百里玄空却是心意已决，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漠。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也知道我死不足惜，百里大人您杀了我吧。冷静下来之后，尹成空也知道自己是活不下来了，于是他闭上了双眼，做出了一副等死的样子。但是在临死之前，他却是朝天大喊了一声：西门拜渊，想不到你最终还是出卖了我，你言而无信，背信弃义，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一声呼喊回荡于天际，久久不肯散去，充分的彰显出了尹成空的不甘心。不乱说话，西门拜渊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你也不要冤枉了他，他可没有出卖你。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却是忽然开口：楚风，你说什么？听得此话，尹成空那已然闭上的双眼猛然睁开，满是不解的看向楚风。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也皆是用同样的目光看向了楚风。这个是我自己写的，西门拜渊并没有出卖你。楚风摆弄着那张字条，笑眯眯地看着尹成空，那种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个蠢货。什么？听得此话，莫说尹成空，就连百里玄空等人也是倍感吃惊。这一刻，尹成空更是目瞪口呆，那个脸色就跟吃了100斤狗屎一样，那叫一个难看。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楚风阴了一道，楚风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完全就是在吓唬他。然而他却因此露出了马脚，把什么都招了，在楚风面前一败涂地。楚风，你这个阴险的小人，就算死我也要让你陪葬！暴怒之下，尹成空猛然扑向了楚风，竟想杀掉楚风。然而
他还未靠近楚风，身体便爆炸开来，唯有手中的半成地冰掉落而下，而他本身已是死的不能再死。并非楚风出手杀了他，而是百里玄空杀了他。百里玄空本来不想这么快便杀掉他，可见他竟敢对楚风动手，百里玄空便无法再忍。这个叛徒死不足惜，只是楚风，你是怎么知道叛徒一定是他？百里玄空对楚风问道。这一刻，莫说青木山的众人，就连南宫龙剑、罗盘仙人以及妖蛟王族的众位，也都一脸好奇地看着楚风，想要明白真相。我一直在观察着我青木山众位前辈的反应，觉得最有可能叛变的便是尹成空，所以便伪造了一个字条，编了一个谎言，赌了一把，想不到竟赌对了。楚风笑着说道：“你这小子，这话说的太轻松了吧？只是赌一把，又怎么会准备的如此妥当？可见从你当众问西门拜渊谁是叛徒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个计策吧？”此刻，沉默许久的罗盘仙人笑眯眯地说道：“他对楚风真是越来越欣赏了。”对于罗盘仙人的话，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虽然没有承认，但人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罗盘仙人是说对了。这从一开始就是楚风设好的一个局，想到在那种时刻，楚风竟然能够想到这一步，莫说旁人，就连百里玄空，甚至南宫龙剑等诸多强者，此刻对楚风都是心生佩服。至少他们没有想到楚风所想的，而连这些大人物都是如此了。那些与楚风同辈的们，如江芙蓉、白云霄等弟子，此刻的心情就更是复杂了。他们当初还曾站在比楚风高的位置，然而现在与楚风正面交谈的乃是百里玄空、南宫龙剑、妖蛟王族族长这些人物。至于他们已经丧失了话语权，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他们意识到了楚风成长速度的恐怖，也让他们清楚了自己与楚风的差距。一直是楚风朋友的还好，可如白云霄那些曾与楚风为敌的，心中不免泛起了苦笑，嘲笑自己当初的无知。楚风，这个你拿着。百里玄空将那装满赏赐的乾坤袋递给了楚风。老祖，这个您留着吧，我青木山日后还要发展，这些有用。楚风并未收下，这里面有大量修炼资源，的确能够在修为上为楚风提供一些帮助，但是这些修炼资源对于楚风来说实在是太过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帮助楚风提升修为。然而这些修炼资源以及这些宝贝对于青木山的其他人来说可就实在太过重要了，这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与其楚风留着，还不如给百里玄空拿去发展青木山。因为楚风知道从今日之后青木山定然要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那好吧，百里玄空最终点了点头，劳烦妖蛟广大人帮我将老祖他们送回青木山。楚风说道，他仍然不太放心百里玄空他们。楚风，你不与我们回去？百里玄空问道。我想去看一看我的朋友。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南宫龙剑。此刻独孤星风以及青木山的诸位长老心里都是咯噔一声，他们这一刻才想起来，原来青木山不仅出现了楚风这样一位逆天的弟子，其实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弟子。那位弟子自身的实力虽然无法与楚风相比，但却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而那位便是白若尘。当初白素烟大闹青木山时，说南宫龙剑是白若尘的父亲，青木山的人都保持怀疑，甚至大部分人都不信。可是现在他们信了，原来白若尘竟真的是南宫龙剑的女儿。而青木山的众位长老只要想一想，当初白若尘在青木山修炼，他们竟然那般有眼不识泰山，便感觉自己很是愚蠢。也好，不过就不用劳烦妖蛟王族了，我们自己可以回去。百里玄空说道。可是老祖，楚风并不放心，毕竟刚刚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楚风怕青木山再遭遇大劫。楚风，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我青木山那么多人，总不可能一直在你的保护之下生存。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若是连这点风雨都经历不了，青木山就算灭亡也不可惜。百里玄空说完这番话后便欲离开。百里兄，若不嫌弃，我妖蛟王族愿与你青木山联盟。妖蛟广忽然说道。当真？听得此话，百里玄空顿时大喜，妖蛟王族可是与四大地族一个级别的存在，能与他青木山联盟乃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说句不好听的，青木山能与妖蛟王族联盟，就等于攀上了高枝儿。若是你愿意，我回去后就可以公布天下。妖蛟广笑着说道。好，老夫自然愿意。百里玄空很是激动，连连点头。其实老夫也有一个不情之请。此刻罗盘仙人也是对百里玄空开口，仙人有事请讲，只要老夫能力范围之内，必然有求必应。百里玄空赶忙问道。对于这个大人物，他可不敢怠慢，我想做青木山的客卿长老，不知可不可以？罗盘仙人笑眯眯地说道。听得此话，莫说百里玄空等人，就连楚风也是倍感意外。愿意，当然愿意，能请罗盘仙人做我青木山的客卿长老，乃是我青木山的福气。狂喜之际，百里玄空也是连连点头。那就说定了。罗盘仙人笑着说道。哈哈，今日可真是好事成双啊！百里玄空等人笑得合不拢嘴。与妖蛟王族联盟，有罗盘仙人加入青木山做客卿长老，这两个消息若传出去，绝对是爆炸性的消息，并且有了妖蛟王族这个超然势力，还有罗盘仙人这位高手做后盾，若是有谁再想对付青木山，可就要好好斟酌一番了。但是高兴归高兴，青木山的众人也都清楚，无论是妖蛟王族还是罗盘仙人，愿意主动与青木山扯上关系，其实都是看在楚风的面子上，这一切都是楚风的功劳。我南宫龙剑无法代表南宫地族，但却可以代表个人，既然无法联盟，便与罗盘仙人一样，在青木山挂个客卿长老的名字吧。然而就在此刻，南宫龙剑竟也是开口。听得此话，百里玄空等人顿时都惊呆了，尤其是青木山的许多弟子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南宫龙剑这位武之圣土上的绝顶高手，竟然也要做他青木山的客卿长老，莫非不愿意？南宫龙剑笑着说道。
一向不苟言笑的他，竟也开起了玩笑。愿意，当然愿意。莫说是我青木山，就算是三府，若能请得南宫龙剑做客卿长老，也定然会欣喜若狂。百里玄空当真是激动坏了。向来见过大场面的他，此刻说话竟然也夹带着颤抖之音。而这不代表百里玄空承受能力低，实在是南宫龙剑的分量太重，不仅是对他们而言，而是对于整个五支圣土来说，南宫龙剑的分量都非常的重。我既为青木山客卿长老，那便是青木山的人。若有人敢与青木山为敌，便是与我南宫龙剑为敌。无论是谁，我南宫龙剑定然不会放过他。南宫龙剑说道：“有这句话，已是足矣。”听得此话，百里玄空更是开心的不得了。本来亲手杀了尹成空，他心里还是非常难过的。可是当这么多人与他青木山有了关系之后，他的喜悦便淹没了伤心。诸位大人物都已经做了青木山的客卿长老，不知道我若也想做青木山的客卿长老，百里前辈还是否愿意收留我？洪强笑眯眯的说道：“洪兄说的这是哪里话？你若愿意做我青木山客卿长老，这也绝对是我青木山的福分。”百里玄空说道。先不说洪强是位武帝，单说他为楚风所做的一切，便深得百里玄空尊敬。若真不嫌弃，那我此次便与你一同回青木山，希望能够为青木山略尽绵力。洪强说道。好，欢迎欢迎啊！哈哈，百里玄空拍手叫好。独孤星风等人也是狂喜无比。虽然死了一个尹成空，可是却换来这么多大人物的加盟，日后莫说九世，就算四族也不敢轻视青木山。从今以后，九世第一，非青木山莫属。然而听到洪强要与百里玄空一同回青木山，楚风则是心头一酸。洪强为了楚风安危，一直跟在楚风左右，现如今他保护不了楚风了，反而需要楚风保护，想必是觉得自己再跟着楚风也是没有用，反而会成为楚风的累赘，所以走了。楚风弱小时不惜冒死也要保护楚风，楚风强大时却第一时间离开，只因不想连累楚风，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是真正为楚风着想的人。楚风，诸位客卿，那我们就此告辞了。随后，百里玄空便与洪强等人一同离去。与此同时，如独孤星风等高层，如江芙蓉等弟子，也都被百里玄空一同带走了。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却忽然追上江芙蓉，将一封信函交给了江芙蓉，暗道：“江师姐，待你们走远后，再将这封信函交给老祖。”好。江芙蓉笑着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收好了楚风的那封信函。而此刻，楚风也是止住了步伐，看着那渐行渐远的青木山众人，楚风的心中也是颇为复杂。遥想当初刚刚来到五支圣土，莫说青木山，哪怕是青木南陵，对楚风来说都是庞然大物。而这短短几年时间，楚风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多都与青木山有关。想一想，曾经那一个个比他强大的人，如今皆已经被他超越。楚风证明了自己的成长速度，心中却同样感慨万千。楚风必须继续变强，这是楚风必须要走的路。然而，楚风既然走了这条路，便也要注定他的许多朋友、同伴、恩人渐渐会被甩在身后，因为他走的路太难，他的许多同伴跟不上来。只要想到曾经共患难的朋友们，注定有一日要与自己越来越远，楚风心中也是不太舒服。可这也没有办法，强者之路注定孤独。在青木山众人离开之后，妖蛟广也是率领妖蛟王族离去，一时之间便只剩下了楚风、南宫龙剑与罗盘仙人三人。南宫龙剑前辈，您让我留下，不知所谓何事？楚风忽然问道。原来不是他主动想去看白若尘，而是南宫龙剑暗中传音要他留下来的，是南宫龙剑有事要与楚风说。而眼下除了楚风，罗盘仙人也完全没有离去的意思，想必南宫龙剑也曾对他传音过了。两位跟我来吧。南宫龙剑身形一转，便急速奔走。与此同时，一股柔软的力量也是捆住了楚风与罗盘仙人，带着楚风与罗盘仙人一同快速的向前行去。这是南宫龙剑在用自己的力量牵引着楚风二人。在青木山众人这边，百里玄空仍带着众人赶路。忽然江芙蓉靠近，半跪于空，双手呈上那封信函道：“老祖，这是楚风让我转交给您的。”听得楚风的名字，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似是想知道楚风究竟想对百里玄空说什么，却又没有当面说。百里玄空也同样很是好奇，于是接过了那封信函。然而那信函刚刚到手，便光芒流转，竟然开始变化。眨眼之间，握在手中的信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竟是一个乾坤袋。百里玄空一查看，顿时眉头微皱。这乾坤袋内满满的都是宝贝，就连半城地兵就有多件。这个楚风啊，不收我的脸，反而送我礼。百里玄空摇了摇头，但那微皱的眉头已然舒展，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微笑。楚风已有天仙剑在手，这些半城地兵以及宝物对他来说的确无用，但对青木山来说却有大用，所以百里玄空也是坦然的收下了。大人，这究竟是什么？倒是独孤星风等人好奇的问了起来。自己看吧。百里玄空说话之间，大袖一挥，数道光芒自手中爆射而出，那乾坤袋内的所有宝物便琳琅满目的浮现在两种人的面前。看着那漂浮在眼前的诸多宝物，莫说是小辈弟子们，就连独孤星风等人也是惊叹连连，震惊的张大了嘴巴。这可是都是价值连城之物啊！经过一番赶路，楚风已与南宫龙剑来到了一座山脉之前。这座山脉可不是寻常的山脉，通体漆黑，还有紫色气焰冲天起。莫说用心感受，但用肉眼一看，也是知道此处甚是危险。这简直就像是一座鬼山，紫焰黑山，这可是禁地。看着眼前那看不见边际的恐怖山脉，罗盘仙人说道，但却难不住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南宫龙剑说道，这是自然，不仅难不住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只要是武帝强者，这里都拦不住。只是这里除了那恐怖的压力之外，却没有任何天才地宝，为何要来这里？罗盘仙人好奇地问道。
我要的就是这里的压力。南宫龙剑微微一笑，随后便掠入了紫焰黑山之中。此刻，楚风与罗盘仙人互看一眼，随后也是一同跟了过去，因为他们想知道南宫龙剑的真正目的。南宫龙剑带路，直往紫焰黑山深处。尽管楚风乃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但还是能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力自地底深处冲天起，越是山脉深处，那压力越重。终于，南宫龙剑停止前行，而是飞身而下，来到了一座岩洞之中。刚进入岩洞，楚风便闻到了一股特殊的香味，只是凭借着气味，楚风便推断出来，这里有人在用特殊的阵法，配上草药以及天材地宝淬炼肉体。此刻，楚风赶忙将目光看向了罗盘仙人，这才发现罗盘仙人也在看着自己。从那目光中，楚风已然知道，显然罗盘仙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龙剑前辈，敢问这岩洞深处淬炼肉体的是何人？你带我们来此，可与此人有关？楚风问道。果然不愧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只是凭借闻这药草味就已经推断出来了吗？南宫龙剑目露佩服的目光，若是罗盘仙人看出来，他并不意外。可是楚风小年纪，竟也看得出来，他便不得不佩服了。这说明楚风不仅有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的名号，也的确具备龙纹级界灵师的水准。难怪素烟与若尘极力向我推荐你，哪怕那个时候的你还只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可现在来看，他们的确没有推错人。南宫龙剑又说道：“莫非是若尘？”楚风问道：“正是小女白若尘。”南宫龙剑点了点头，随后说道：“你进去吧。进去后，若尘会与你说。罗盘仙人，你的话还是我亲自与你说吧。”随后，南宫龙剑又对罗盘仙人说道：“也好。”罗盘仙人笑着点了点头。至于楚风，此刻则是径直的前往岩洞深处。而到达岩洞深处之际，他穿过了一道结界墙壁，在穿过这墙壁之后，一座阵法以及2道倩影也是浮现在了楚风的眼前。一个性感妖娆的美妇人，一个宛如冰中雪莲的绝色女子。这2位正是白若尘的母亲白素嫣以及白若尘本人。2人似乎早就知道楚风会来，所以白若尘也没有进入阵法进行淬体，而是衣着完好的站在那里。此刻楚风注意到白若尘的修为提升很快，已然是3品半地。至于白素嫣这位，当初在楚风眼中很是强大，甚至强大到深不可测的女子，她的修为楚风如今也能够一眼便看出来。原来白素嫣是一位8品半地，不过这8品半地乃是她现在的修为，当初在青木山的时候，她应该是7品半地才对。不过今非昔比，楚风不仅修为超越了白素嫣，真正的战力更远非白素嫣可以比拟。楚风，白若尘欣喜若狂，娇躯一纵，来到了楚风近前。那冰冷的小脸之上，难得的绽放起了甜美的笑容。白若尘很少笑，可一旦笑，便是极美。若尘，白前辈。楚风此刻也很是高兴，毕竟旧友相逢，他又怎能不喜？当初在联盟领域匆匆一别，那时你是还被青木山驱逐出来的弟子，而现如今，你却已是5之圣土上的风云人物。你老实告诉我，当日在南宫地族内，那只可怕的修罗恶灵，真的是你放出来的？白素嫣一脸认真的问道。白若尘也在一旁，满脸好奇的看着楚风。楚风点了点头，你这家伙还真是超乎我的想象。白素嫣不由想起了当日南宫龙剑对决那修罗恶灵的一幕。虽然南宫龙剑赶跑了那修罗恶灵，但自己却也受了伤。我白素嫣这辈子没服过什么人，但是你这小鬼还真是做到了让我心服口服的地步。白素嫣一脸的惊叹，白前辈这是话里有话，不知道是褒义还是贬义。楚风笑嘻嘻的说道：“你这混小子，自然是褒义，我怎么可能贬低你？”白素嫣狠狠地打了楚风一巴掌，拍在了楚风的脑袋上。可是楚风却是继续的嘿嘿傻笑。别看白素嫣这一巴掌看似很用力，但落在楚风的身上却是不痛不痒。这并非楚风实力强横，而是白素嫣只是装模作样，实际上并未用力。开个玩笑，我自然知道白前辈对我的好，否则龙剑前辈又岂会前去救我？楚风说道。他去救你也是有目的的。白素嫣说道。目的？什么目的？楚风问道。其实他早就猜到了，只是不知道南宫龙剑究竟有何目的。若尘，你与楚风说吧。白素嫣微微一笑，便向外走去。可在快要穿越那结界墙壁的时候，却又忽然止步，回头道：“不急，你们2个可以慢慢聊。许久没见，想说的一定很多吧？对了，楚风，说归说，可别动手动脚。我这个做母亲也许没意见，可小心他父亲揍你。”话到此处，白素嫣脸上的笑容更加迷人，那叫一个风情万种。而在那令人沉醉的笑声中，白素嫣也已然出去。此处只剩下了楚风与白若尘2个人。忽然，楚风一脸认真地看向白若尘，一本正经地说道：“若尘，你放心，我不是你母亲说的那种人。”听得此话，白若尘一个没忍住，便掩口笑了出来，2道美眸眯成2道弯弯的月牙，配上那轻灵的笑声，那叫一个甜。笑了好一会，白若尘瞥了楚风一眼，道：“你还是老样子，没个正经的。”随后，白若尘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楚风。原来南宫龙剑也是一位界灵师，只是他专心修武，界灵之术虽然不弱，可远不如修为那样厉害，只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而南宫龙剑虽然天资卓越，但却身患一不治之症。据白若尘所说，南宫龙剑的寿命已然无法再活过3年，但南宫龙剑不想浪费他这一身修为，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想通过禁忌之法将他的修为传承给白若尘。当初白若尘母子俩离开这里，也是按照南宫龙剑的吩咐去寻找传承需要的物品。而在白若尘母女俩离开之前，南宫龙剑曾嘱咐过，无论用任何手段，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找到他托付寻找的东西。而后来白素嫣在羽化宗发现了那物品，可那时南宫龙剑又在闭关，他又信不过其他人，所以才假装嫁给羽化宗宗主，寻找机会带走那物品。至于后来他也的确成功了，只是哪怕凑齐了需要的东西，
但是凭借南宫龙剑一己之力，还做不到将自己的力量传承于白若尘，必须得有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帮他才行。但是这个界灵师又必须是值得信赖的人才行，所以才找来了楚风与罗盘仙人帮忙。当然了，南宫龙剑此次前往西门地族，主要的目的还是去救楚风。而南宫龙剑之所以会救楚风，自然也是因为白若尘与白素嫣母女俩一直为求情。可任凭谁都没有想到，楚风出现在西门地族之时，竟已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楚风，你真的已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听过楚风的话后，白若尘一脸的不可思议。我何时骗过你？楚风微微手掌张开，一缕龙纹级结界之力便飘荡而出。太好了！此刻白若尘欣喜若狂，可随后又脸色一变，一把抓住楚风的手，目露泪光的对楚风说道：楚风，求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传承这种事情真的没那么简单，不过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楚风说道：不，我说的不是这件事。白若尘连忙摇头：那是什么事？楚风问道：我不想要我父亲的修为，我想要他一直陪着我。楚风，我求求你帮我治好我父亲的病。白若尘苦苦哀求道：为你父亲治病。楚风没有想到白若尘的恳求居然会是这件事。楚风，求求你，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了，我不想再只剩下我与母亲。白若尘说这话的时候早已是满面泪光，楚楚可怜。虽然不知道你父亲患有的究竟是什么不治之症，但我愿意尽全力一试。楚风说完此话便转身向外走去，白若尘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出来。此刻南宫龙剑、罗盘仙人以及白素嫣三人都在外面，看他们的样子，南宫龙剑应该已经与罗盘仙人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楚风小友，传承之事不知道你怎么看？罗盘仙人问道。这种事最难办，古今以来哪位强者不想将自己的修为传承给后人？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据我所知，唯有恭帝恭无名、皇帝皇甫守、寿帝黑龙王勉强做到了这一点。楚风说道。居然真的有人做到了，将自己的修为传承于后人，看来楚风小友知道的事情不少，不妨说来听听。罗盘仙人好奇地问道。与此同时，南宫龙剑、白素嫣、白若尘也是一脸惊讶地看向楚风，他们并不知道恭帝、皇帝、寿帝的事情，在场的都不是外人，我就不瞒诸位了，只是还请诸位能够保密，因为这三位帝王的传承者都是我的朋友。楚风随后便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众人。真是与众不同的时代啊，原来不仅恭帝与皇帝的传人出事了，就连寿帝的传人也都出事了，并且这些传人不仅只是个名头，竟真的得到了三位帝王的力量，难怪那张天翼的修为能够突飞猛进那么多。罗盘仙人得知经过后感慨万千，想不到寿帝黑龙王便是妖蛟王族的，现如今妖蛟王族的公主既然得到了寿帝的传承，看来妖蛟王族势必是要崛起了。南宫龙剑也是开口说道，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三位传人都与楚风有关，我想能够顺利传承都有楚风小友的功劳吧。白素嫣笑眯眯地看着楚风说道。此刻楚风也只是嘿嘿傻笑，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他的三位朋友能够顺利得到传承，的确都与他有些关系。楚风小友，还劳烦你与罗盘仙人助我一臂之力，只要能够帮我将修为传承于若尘，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南宫龙剑郑重地对楚风抱了抱拳，目光之中竟满是祈求之意。这样的大人物会对楚风这样一个小辈做出这种事，楚风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想将自己的修为传承给白若尘。龙剑前辈，不是楚风不帮你，楚风刚刚成为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对这力量还不是很了解，让我做这种事实在是太难为我了。更何况就算皇帝、寿帝、恭帝成功的将他们的力量传承给了后辈，但却也无法让后辈一口气达到他们当年的高度，还需要慢慢修炼。换句话说，虽然他们的确做到了传承，但实际上并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只是将一部分力量传承给了后人而已。更何况他们皆是一个时代的帝王，结界之术在那个时代皆是无人可比，连他们都只能做到这一点，若要我帮忙的话，老实说我真的很难做到。楚风摇了摇头，他说的也是实话，这种事情太难了，哪怕他精通九灵神图内的诸多失传阵法，可要他做这种事也不过3成把握而已。楚风小友所说在理啊，南宫龙剑，不是我不帮你，只是传承这种事实在太难。莫说你只叫来了我与楚风小友，就算将5支圣土的所有龙纹级界灵师都请来，怕也未必可行，所以老夫真的是无能为力啊。罗盘仙人也是摇了摇头，楚风小友，罗盘仙人，请无论如何都要帮一帮我，只要在不伤及我女儿的情况下，要我怎么做都可以。话到此处，南宫龙剑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前辈，您这……见到这一幕，楚风顿时脸色大变，快起来，这使不得呀！就连罗盘仙人也是吃惊无比，赶忙上前搀扶。南宫龙剑何等人物，上不跪天，下不跪地，可是如今竟然为了自己的女儿向他们下跪。父亲，您不要这样，女儿不想要您的力量，只想让您好好的。此刻白若尘已经哭了，这等父爱他怎能不哭？可任凭白若尘母女俩与楚风他们如何搀扶，也是搀扶不起南宫龙剑这一跪。前辈，您起来，我有一个方法，也许能够两全其美。楚风劝道。楚风小友，此话当真？南宫龙剑问道。当真。楚风连连点头。听得此话，南宫龙剑这才赶忙起身问道。楚风小友所说的是何方法？我知道前辈一心想将修为传承于若尘，是想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他们母女俩，可假若前辈可以安然无事，那前辈自己就可以保护他们，何须将力量传承于若尘呢？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南宫龙剑笑了，只是他这笑容却满是无奈。楚风小友，我的身体我最清楚，我这并无人可医，哪怕练兵仙人都治不好。南宫龙剑说道。
若不试试，怎么知道？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说的是，练兵仙人的戒灵之术虽然高超，可他擅长的乃是练兵之术。老夫不才，却对各种先天疾病、不治之症有所研究，不妨让老夫试试。罗盘仙人也是说道。南宫龙剑眉头微皱，似有难言之隐。前辈有何不妥吗？楚风追问道。我这病，你正常查看，根本无法发现，因为它藏于丹田之内，混于本源之中。我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将它彻底激活，外人才可发现。但是只要将它彻底激活，我便要饱受病痛折磨。那痛楚倒不算什么，只是此病一发，短时间之内无法恢复。我怕我没那个时间了。南宫龙剑说出了苦衷。父亲，您若死了，女儿也不活了。白若晨再度跪在南宫龙剑身前，不仅泪光闪烁，那坚毅的小脸之上，更仿佛像是写着4个大字：心意已决。若晨，你看着这样的白若晨，南宫龙剑也是心疼不已。于是他看了一眼白素嫣，想让白素嫣劝劝白若晨。龙剑，我与若晨一样，若生时不能同欢，但愿死后可以同聚。却不曾想，白素嫣淡然一笑，俨然已经看破生死。你们罢了。南宫龙剑无奈之下，只是长叹一声，随后看向楚风与罗盘仙人，那便有劳二位了。话罢，南宫龙剑盘膝而坐，很快的一股黑气自丹田散发开来，那黑气如树藤一般，沿着身体急速蔓延，很快便爬满全身。而与此同时，南宫龙剑的脸色也是越发难看。到了最后，别看他身上几乎都爬满了黑色的气体涌动，但凡是没有被黑色气体侵占的肌肤，却都苍白如纸，活活像是死人的模样。黑藤炼魂体。而看着这样的南宫龙剑，罗盘仙人也是脸色大变。黑藤炼魂体，这是什么？白若晨问道。黑藤炼魂体乃是一种先天疾病，一方面能够淬炼病者体魄，使得病者身体强于常人，但一方面却又会夺走病者魂魄，让病者英年早逝。黑藤炼魂体乃是天生的，藏于丹田，混于本源，哪怕抛开肉身，化为神识，也依旧无法摆脱黑藤炼魂体的缠身，除非死了。罗盘仙人解释道。那此病可能医治？白若晨与白素嫣一同问道。难，只能延缓，却无法根治。而看南宫龙剑的样子，已然是黑藤炼魂体的晚期，怕是连延缓都无法延缓了。罗盘仙人连连摇头。当其发现南宫龙剑的病竟是黑藤炼魂之后，他便知道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罗盘仙人，求您救救我父亲，救救我父亲吧！白若晨跪在了罗盘仙人身前，再度痛哭起来，就连身体都在颤抖。罗盘仙人的话就像是抹除了他最后一丝希望，可他却真的不想他父亲死。姑娘请起，不是我不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罗盘仙人也是满脸无奈。若晨，不要为难罗盘仙人了，我这病无人可治。此刻，南宫龙剑虚弱的开口了。虽然他嘴上是这样说，但楚风却发现他这话语之中也是有着一些失望。说到底，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活下去的。这倒不是南宫龙剑贪生怕死，从他过往的经历便可以看出，他不是贪图名利之人，哪怕死后也想要将修为传承给自己的女儿。所以从此可以看出来，他不想死，留恋的不是其他，而是亲情。这指的不是南宫地族，而是白若晨母女俩。前辈，我知道一法，也许能够医治前辈这病。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却是忽然开口。什么方法？此话当真？听得此话，罗盘仙人、南宫龙剑、白素嫣、白若晨4人一同看向楚风。虽然4人所问不同，可是眼中皆是露出了一抹喜色。他们知道楚风不是那种开玩笑的人，更不像是说大话的人。对于这黑藤炼魂体，我并不了解，但我知道一座阵法专破与生俱来的疾病，也许对黑藤炼魂体有效。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是何方法？说来听听。此刻相比于南宫龙剑他们，罗盘仙人似乎更感兴趣。在他看来，南宫龙剑的病已是无法医治，所以他非常想知道楚风所说的是什么方法。罗盘前辈，这阵法我也没有布置过，所以我也没有100%的把握。而罗盘前辈对黑藤炼魂体又很是了解，所以我想请罗盘前辈帮我看一看这阵法究竟是否有用。楚风说话之间便开始以指为笔，在虚空勾勒一幅图，那图案由结界构了而成，金光闪闪，很是耀眼。这是阵法布置图。楚风将阵法布置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材料全部勾勒了出来。可是单单是这一幅图，楚风将其全部勾勒，便用了足足1个时辰。由此可见此图之复杂。当这幅图布置出来之后，莫说白素嫣与白若晨，就连身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的南宫龙剑都快看傻眼了。这图太复杂了，哪怕他也看不懂，但是他却能够看出来，这并非是胡乱勾勒的，而是真正的阵法，并且他能够感受到这阵法非常厉害。当看到这幅图后，南宫龙剑忽然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开始沸腾，就连病痛的都是减轻了不少。他看到了希望，在楚风勾勒的阵法图中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罗盘仙人此刻更是一脸凝重，一双眼睛不停地在那阵法图上扫动，看了足足3个时辰，才收回目光，转而投向楚风。而这一开口，便是声音响亮，异常激动。了不起，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楚风小友，你究竟是从何处得到了如此厉害的阵法？罗盘仙人很是震惊地问道。此阵乃是我在九灵神图之中所得。楚风说道。九灵神图？听得此话，罗盘仙人又是一惊，随后用那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楚风道：你参透了九灵神图？老实说，对于罗盘这样的目光，楚风也是有些不安，但最终他还是点了点头。参透了全部？罗盘仙人再度问道，目光变得更为凝重。不只是罗盘仙人，就连南宫龙剑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显然他也听说过九灵神图。楚风再度点了点头。这一刻，罗盘仙人沉默了，就连南宫龙剑也是沉默了。过了好一会，2人才有所缓和，再度看向楚风，目光变得异常精彩。
难怪，难怪，真是难怪啊！罗盘仙人简直激动极了，感慨万千的看着楚风，说道：“楚风，你果然非寻常之辈。那九灵神图传承悠久，不知曾落过多少人的手中，也的确有不少人在九灵神图内得到了不小的收获。可由始至终，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彻底的参透九灵神图。你知道吗？哪怕就连九灵神图的创造者九灵仙人都没能参透九灵神图内的全部阵法，所以在其临终之前，才制作了这九灵神图，希望后人可以参透这些失传的阵法。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后人试过了无数手段，甚至有人一怒之下灭杀九灵神图的九指恶灵，想要毁掉九灵神图。然而没过多久，九灵神图又重现于世。原来那九灵神图不但没毁，那被杀掉的九只恶灵也在九灵神图内死而复生。九灵神图竟是不可毁灭的，九灵神图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后来曾有一位戒灵大师说过，九灵仙人临死之前用尽毕生所学才创造了九灵神图，已经大大的化解了九灵神图内阵法的难度。可想要得到这九灵神图内的阵法，就必须与九灵神图融为一体才行，而这需要极强的体魄，寻常人根本无法承受住。没想到你居然做到了！罗盘仙人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这个目光根本就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更像是在看一位神。楚风做到了常人所做不到的事，在罗盘仙人心中，楚风就已然类似于神。楚风，搞了半天，你能得到九灵神图的力量，并非全是靠那工地传人的一缕气息帮助了你，而是你本身体质特殊，足以承受那九灵神图的力量，所以才得以掌握了那些阵法。听得此话，淡淡惊呼，而楚风也同样倍感吃惊。他与淡淡一样，一直觉得是那位工地传人的气息帮了自己，才得此奇遇。而现如今听了罗盘仙人的话后，才恍然大悟。他也是忽然明白了，当初那位工地传人的气息对他所说的那句“你的体质果然异于常人”的真正含义。罗盘前辈，那依您看，此阵究竟能否医治龙剑前辈的病？楚风问道。此刻，南宫龙剑、白若尘以及白素烟也都是极为紧张地看向了罗盘仙人，而罗盘仙人则是微微一笑，说道：“在此之前，我对南宫龙剑的病的确无能为力，但是得到此阵之后，我却已然看到了一线生机，此病也许可治。罗盘仙人，您说的是真的？我父亲真的有救了？太感谢您了，实在是太感谢您了！”我听得此话，白若尘激动的已然有些语无伦次，就连白素烟也是再度潸然落泪，虽然哭了，可脸上挂着的却是喜悦的笑容。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楚风小友，这阵法可是楚风小友提供的，更何况这阵法我只是明白了方法，却还无法彻底掌握，就算布置，恐怕也要仰仗楚风小友了。罗盘仙人笑眯眯地说道。楚风，白若尘看向楚风，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但那闪烁的目光之中却尽是感激之情。罗盘前辈，我这里虽然有些材料，可是仍然不全，还请前辈能够帮我一下。楚风说话之间，将这阵法所需自己又拥有的材料全部拿了出来。其实这些材料无一不是稀世珍宝，楚风是杀了白眉仙人后，在白眉仙人那里所得。其实白眉仙人的乾坤袋内，对于结界之术所需的物品，已几乎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很是齐全。但是布置这座阵法，仍然缺少不少材料。这阵法复杂，需要的材料也更是复杂，老夫也不敢保证全部都有，不过倒是可以与楚风小友一同凑一凑。因这阵法所需物品实在太多，罗盘仙人也不清楚自己的乾坤袋内是否拥有全部材料，所以只能一一去找。而罗盘仙人所珍藏的天才地宝，的确要比白眉仙人多得多。楚风只拿出了1/3的材料，而罗盘仙人却拿出了接近2/3的材料。然而哪怕如此，却也唯独缺少一样材料。这下糟了，缺什么都不好，偏缺了一样最难弄的。罗盘仙人颇为尴尬的笑了笑。千叶雀尾花，这是什么？很难找吗？白若尘问道。千叶雀尾花倒是不难找，关键很难得到，因为纵观整个五之圣土，只有一个地方拥有千叶雀尾花，那便是精灵王国。罗盘仙人说道。精灵王国，听的这个名字，楚风与白若尘等人皆是心中一动。没错，就是五之圣土最强势力盘踞的地方。精灵王国作为五之圣土当之无愧的霸主，虽然并没有欺压人族与妖兽，可心高气傲却是他们的特质。在他们的世界内，哪怕同类也被分为了多个级别，能在精灵王国内生活的远古精灵，都是血脉最纯正、天赋最优秀的存在。据说，若是有远古精灵的天赋不及格，那么就随时会被踢出精灵王国，被分配到其他地盘去生活。所以说，精灵王国不仅是人族与妖兽的禁地，就连对大部分远古精灵来说，那里也是一处禁地。这也就导致那里的东西想要拿到，实在是太难了。罗盘仙人说道。我们可以出高价买。白若尘说道。你觉得你有的，精灵王国会没有吗？但是你需要的，却唯有精灵王国有。罗盘仙人说道。那怎么办？难道非要那千叶雀尾花不可？没有那千叶雀尾花，便无法医治我父亲了吗？白若尘真的是急坏了，这明明已经看到了希望，可却又无法触解，让他很是心塞。若尘，这座阵法很特殊，而龙剑前辈的病情更特殊，千叶雀尾花并非必不可少，但我与罗盘前辈却不敢让他少。虽然只是一味辅药，但若缺少了他，很可能就少了一分成功的可能。楚风解释道。这可怎么办？白若尘急得又哭了出来。这种时候，他感觉自己很是无力。姑娘也不必解，虽然远古精灵向来心高气傲，但也并非皆是蛮不讲理之辈。老夫就曾在那里求得过一颗千叶雀尾花，不过正是因为求过了一次，所以便不能再求第二次。而你父亲他已经这个样子，显然也是不能再去精灵王国了。所以依我看，这个重任怕是又要落在楚风小友的头上了。罗盘仙人看向了楚风，眼下他不方便去，南宫龙剑无法去，白素烟、白
白若晨与楚风三人。显然楚风前去求得千叶雀尾花的几率最大，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也正想去看一看精灵王国究竟是何模样。楚风笑着说道。可是白若晨欲言又止，他并不想让楚风为难。尽管罗盘仙人话没有说得太清楚，但他也能听出来，远古精灵不好对付，精灵王国内的远古精灵更是不好对付。楚风若去，怕是多半要被刁难。他不想楚风被刁难，不想楚风因为帮他而受委屈，但更不想他父亲死去，所以他才欲言又止。若晨，不要多想，就算没有今日之事，我也早晚会去精灵王国。关于远古之事，我一直很是好奇，而想必知道真相的也唯有远古精灵了。所以，我此次前往精灵王国，不仅是为龙剑前辈求药，也是圆我自己一个心愿。楚风笑着说道。然而白若晨却是沉默不语，他岂不会不知道楚风这是在安慰他？楚风小友，此次前去，若想成功求得千叶雀尾花，老夫只送你一个字：忍。罗盘仙人说道。听得此话，白若晨与白素烟的脸色都变了，只是这一个忍字，他们就听出了此次求药的难度。楚风小友，人活一口气数活一张皮，切勿因为我而委屈了自己。然而就在此刻，南宫龙剑却也是开口，多谢两位前辈提醒，楚风自有分寸。楚风抱拳说道。那楚风小友便快去快回吧，至于南宫龙剑这里，有老夫在，你便不必担心。虽然我不能延缓他病情的发展，可若只是减缓他的痛楚，老夫还是可以办的。罗盘仙人说道。那便有劳罗盘前辈了。楚风对罗盘仙人抱了抱拳，随后又看了眼白若晨，笑道。放心，我定然会将那千叶雀尾花带回来。话罢，楚风便离开此处，独自一人前往了五之圣土，传承最悠久的地方精灵王国。此次路途遥远，楚风为了不引人瞩目，乃是身披斗篷遮住了容颜在赶路，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隐藏于虚空之中，人们连看他都看不到。而一路走来，在无意之间，楚风也是听到了不少消息，大部分都是关于他与四大地族一战的事情。只不过楚风发现，消息这东西还真是越传越玄乎。明明四大地族只是向他道了个歉，可是在一些人的口中说出来，竟然传承了。四大地族纷纷向楚风跪的求饶，让楚风网开一面，不再追究。对于这种事情，楚风也是颇感无奈，难怪很多人听到传闻都不信，因为这传的也太不靠谱了。但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此次之事，暗殿也是真正的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之内，几乎各方人士都在对暗殿这个神秘势力进行讨论。不过楚风也能够感觉到，似乎自从在西门地族大战那一日之后，暗殿就像是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半点消息。因为人们所谈论的暗殿都只是在西门地族那一战之时，这便说明在那之后暗殿还没有行动过。而经过一番赶路之后，楚风也终于是来到了五之圣土最强大的势力范围之内，精灵王国。不愧是传自远古的势力，依我看，这精灵王国是把五之圣土最美的地方给占了。此刻楚风一眼望去，发现精灵王国的所占据的领土当真是极美，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与其他地方都是与众不同的。虽然五之圣土一直不缺少奇花异草，但这里的实在是太多了。楚风听闻，想知道精灵王国的领土划分很简单，只要满是奇花异草的地方就是精灵王国，非奇花异草的地方便不是精灵王国。而眼前楚风已经来到了精灵王国的领土之中，虽然已经进入精灵王国的势力范围，但楚风却没有见到那传说中的堡垒。他知道精灵王国的势力范围很大，几乎独霸了一个领域，所以他想要寻的远古精灵就必须向最深处行去才行。这里还真是美，一路走来，就连蛋蛋这位女王也是忍不住夸赞其眼前的美景。美，当真是美，草是绿色的，可皆是发着微光，花更是各异，绚丽无比，同样的也散发着微光。若只是一棵还好，可那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皆是彩色的光芒的话，便实在是绚丽夺目，光彩照人，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幻境一般。甚至这里的天都不再是蓝色，而是彩色，这里的云也不再色白色，而是绽放着光芒的，并且在半空之上还漂浮着一座座小型岛屿，岛屿上有瀑布飞落而下，就像是一条银龙，笔直的飞入了凡间。然而楚风还未看到那精灵王国的堡垒，四道身影便急速飞掠而来，最终不仅拦住了隐于虚空之内的楚风，还将楚风自四面包围。这是四位远古精灵，与之前楚风看到的远古精灵皆是不同。这是四位老者，尽管年迈，可却依然俊朗。最重要的是，他们气息竟是三品五帝。三品五帝，这是什么级别的存在？这四大地族族长级的强者。然而看眼前这四位，显然还不具备那等身份。不是楚风低估他们，但楚风能预感到，这四位似乎更像是看门的三品五帝来看门。只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精灵王国的强大。现身吧！为首的一位冰冷的开口。而这一刻，楚风注意到他们四位的手中皆是握着一个类似镜子一样的物品，那是一个特殊的结界地图，而那结界地图锁定了楚风的位置。这说明他们能够发现楚风，并不是楚风隐藏的不好，而是这里应该有着一座非常厉害的感应阵法，厉害到连楚风都没有发现，但却已然被对方发现了踪迹。四位前辈，在下来此并无冒犯之意，乃是有事相求。此刻楚风也是现身施礼。你是楚风？看到楚风，这四位远古精灵也是眉头一动，颇感意外。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是认识楚风的。回前辈，在下的确是叫楚风。楚风点了点头。你来此处可是受邀而来？远古精灵问道。并非受邀而来，是楚风自行前来。楚风回道。楚风小友，很是抱歉，我精灵王国不得随意踏入，若是没有邀请，我们怕是只能带你出去了。远古精灵摇了摇头。前辈，晚辈来此的确有事有要事相求，事关人命，还望前辈能够通融一下。楚风再度施以一礼。楚风小友，我已经说过了，没有邀请，
不得踏入。至于人命，不是我无情，五职圣土这么大，每天死的人都是计算不过来的，更何况生死由命，我精灵王国管不了，也不想管，所以还请楚风小友遵守我精灵王国的规矩，莫要让我等为难。那位远古精灵说道。只是楚风自然不想就此离开。楚风小友，你的事情我们也有听说，老实说，出自个人立场，我很佩服你。虽然你是小辈，但我敬佩你的所作所为。可是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精灵王国，不许外人闯入王国之中。另外一位远古精灵说道。也就是你，我们才与你说这么多。若是换做旁人，我们早就直接动手了。所以还请不要让我们为难。与此同时，又有一位远古精灵开口。此刻楚风颇感无奈，他看得出来，这4位远古精灵对他的确已是非常客气，但看他们的样子，又的确不会让楚风继续前行。人家已经如此，楚风若是强闯的话，显然是行不通的。可是大老远的来此，若是连精灵王国都没进去，就要被赶走的话，那可真是无功而返了。一时之间，楚风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然而就在此刻，一阵怪异的声音响起，抬头观望，楚风发现头顶的虚空之上竟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缺口。而当那缺口出现之际，4位远古精灵竟纷纷半跪于虚空之上，而跪拜的方位正是那巨大的缺口。与此同时，阵阵狂风也是自那缺口之中席卷开来。很快的，一个庞然大物便自那虚空浮现而出，那是一艘战船，非常之大，且气势磅礴，可谓异常的壮观。当看到这艘战船之际，楚风便内心一动，因为在那战船出现之前，楚风竟然毫无察觉，这说明这战船非常厉害，气息隐藏得非常隐秘。若非他主动现身，就算自楚风身边擦身而过，想必楚风也未必能够发现。并且在那战船之上，整整齐齐地站着数以千计的远古精灵，个个气势不凡。虽然楚风感受不到他们的修为，但是只用看的，楚风也能够感觉到那战船之上的远古精灵怕都非寻常之辈。尤其是战船前端那位负手而立、长发飘扬的老者，怕是修为与地位皆是要在楚风周围这4位远古精灵之上。因为楚风注意到战船之上的其他远古精灵看到这4位远古精灵，目光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些敬畏。可是那位老者却是连看都不看，俨然一副不将楚风周围这4位远古精灵放在眼中的模样。不过楚风还发现，他周围这4位远古精灵跪拜的也并非是战船前端的那位老者，而应该是另有其人。因为那战船之上飘荡着一面大旗，那大旗上面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精灵王国4个大字，但在精灵王国的右下角还有这2个字：公主。